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卡。上个视频呢，我给大家传达了一下我的零氪游戏思路，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把我的一些意思曲解了啊，当然这也跟我表达不清楚有关系，先在这里说一声抱歉。我并不是推荐大家像我一样去做一个零氪党，我在上一个视频的开头就说过了，我的玩法绝不会适用于所有人，因为我的玩法太极端了，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而且我知道有很多人都不认同我的玩法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本来就没有最正确的玩法，只有最适合自己的玩法。我的玩法它就是最适合我的，希望大家也能找到最适合你们的玩法。我的本意呢是希望通过我的玩法来点醒大家，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消费观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游戏进行消费。游戏能不能玩好跟你的氪金量有关系，但不完全取决于它，还跟你的游戏理解、游戏思路都有关系。你经济条件好，那你就多氪一点，整几个648也不影响你，提高自己的游戏体验嘛。你经济条件差，那就不氪，或者买个月卡偶尔氪一点，做一个微氪党也是完全可以玩好游戏的。总之呢，氪金提高自己的游戏体验这一点我是不反对的。你氪个月卡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你的抽卡压力啊，也就一个月少喝2杯奶茶嘛，全当减肥了。我反对的是，不要为了区一个游戏而做出自己能力范围外的消费。你有几斤秤，你就称几两菜，菜不能放的太多了，要不然会把秤压坏的。我这么说应该把意思表达清楚了吧？而且说真的，将来有一天我也会氪金。前面这一年我之所以会一路零氪过来，就是为了给上一个视频做素材准备，一年磨一剑嘛。没有人能提供这种素材，那只能我自己来了。那么视频我现在已经完成了，新的一年我也将有着新的规划。万一克勤干预他们出了个皮肤，那你说我氪不氪吗？我还是得氪的呀。那么这时候肯定有人要说了啊，你不是零氪人设吗？你怎么能氪金呢？抱歉，我从来没有给我立过人设，就算有，那我的人设也不应该是零氪，而应该是平民。我给大家传达的抽卡建议、武器选择，通通都是站在平民的角度上出发。所以说，如果有人设，那平民这2个字才应该是我的人设。话既然说到这儿了，那么今天再给大家传达3个平民的抽卡基本思路，都是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。有人可能会觉得是废话，但是绝对会有人想不通这3点。第一，抽角色不要只抽 C， 大数字并不代表一切。C 这个东西，不管是从保值空间还是从泛用性上来说，它的优先级都是最低的。抽角色一味的只看大数字，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理解。深渊就2个队伍，你加一块最多3到4个 C， 不能再多了。剩下的位置你要去带一些好用的功能性或者辅助角色，所以你要这么多 C 有什么用呢？你的队伍里根本放不下，你不可能组一个甘雨萧胡桃神里的4C 对吧？这你本来能打通的深渊你都打不通了。所以抽角色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，去发现这个角色身上的闪光点，去发现它独有的特性啊，比如说克勤长得好看，而不是一味的看大数字，数字蹦得不够高，这个角色就是垃圾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们平时看的那些视频，动不动几十万、上百万的大数字，他们的 C 养得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们的辅助绝对都巨牛逼。所以说，一个优秀的 C 它只能决定你的伤害下限，而一个优秀的辅助它能决定你的上限。第二，平民抽卡要学会取舍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。但是总有人问我，哎呀，我这个也想要，那个也想要，但是我还没钱，我还不想攒原石，那我该咋办呀？那还能咋办？卸油呗。你氪金量上不去，你就不能啥都想要，你只能从喜欢的里面挑非常喜欢的，从非常喜欢的里面挑最喜欢的，舍得，有舍才有得呀。你如果真的就啥都想要，啥都想抽，除了氪金没有其他办法，而且要大氪，这不是2张月卡就能解决的事情。又不想氪金，又啥都想要，你以为游戏公司是慈善家吗？第三，不要给自己套上枷锁。如果你们经常逛各大交流平台的话，你们应该对以下这种言论非常熟悉：某某角色必抽，某角色没有几命不能玩，没有专武不能玩，没有6命是垃圾。怎么样，很熟悉吧？2个字，可笑。这种言论属实是让游戏给玩明白了。原神这个游戏少了任何一个角色都可以玩，同时任何一个角色离了命座离了专武也一样可以玩，就看你怎么玩了。同样一个角色，0命是一个玩法，2命是一个玩法，6命又是一个玩法。命座和专武是属于角色的增值服务，是额外的增强，千万不要给自己套上一个命座必抽、专武必抽的枷锁，没有这个规定，原神没有这个规定啊。这个枷锁是你自己给自己套上的，千万不要被网络上的言论迷惑了。你愿意增强它，你就搞个命座专武；不愿意的话，0命的角色就足够完整，够你玩了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想给大家传达的一些个人游戏思路了，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。最后求个关注3连，感激不尽。